大家好，比特币112000美金都上去了，早上主力又玩阴的，现在价格又下来。那昨天提到的 Polymarket 上面预测的那个价格，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准，或者是这两天美国又有一个政策利好，我感觉是不应该怕下跌。反正大长线没有30万美元，我是不会平仓，或者是就算30万美元的顶部，现货我也不一定会卖哦。因为十几年投资生涯，从一开始学的就是巴菲特长线投资，用在比特币上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 YouTube 视频跟大家提到的，也就是这个博彩的网站。当然，这一个我们散户都可以去参与，或者是一些事件的博彩，包括这两天是发现，也就是这一个对赌协议啊，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6年之前，价格有可能会低于一次这一个10万美元，那就是等于2025年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现在的概率是在62%。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我们今天再来聊一下这个 RSI 指标啊。或者是那一个对赌协议，如果真的是我们散户随便都能创建一个去赌比特币在2025年底价格有可能会跌破一次10万美金，那这个可能就不准了。那如果是有一些大金鱼大的资金才能创建的，或者是这个网站创建的，历史上的一些对赌的协议，比如说去年的特朗普当时没有胜选之前，价格是在这个区间，就是在没有竞选之前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对赌协议，特朗普有可能会胜选。后面真的胜选以后，比特币从5万美金，当时交易群也是希望朋友们去做多。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为什么在这个5万美金的时候价格去做多。其实十几年的交易经验，这个比特币你如果用巴菲特那个长线的投资方法，只要有大跌恐慌的时候，你去买入。别人在恐慌的时候，你配合下方的这一个 RSI 指标，就是普通的这个 RSI 指标，你这边设置点开，然后把这几个全部给它关掉，或者是30的话给它保留吧，只要留这一个 RSI 指标就可以。观察一下每一次这个日线里面的 RSI 指标有来到30下方，我一般不一定要买在最低点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就开始希望朋友们你要去买入。后面虽然是短线有一些输钱，但是整个大长线来看 ，RSI 指标只要来到30下方，一般都是不错的，或者是阶段性的底部。那我们看一下更早之前这个 RSI 指标，也是隔了有接近1年的时间。2023年的时候，当时比特币从高位跌到25K 的时候，那或者我们看一下更早之前，当时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交易群之前的这个小组，2023年初的时候，硅谷银行倒闭，对比特币那就是一个大利好啊！传统的金融系统能倒闭，那资金就倒来币圈啊，或者是这个记录是有编辑过，这个记录是没有编辑过。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也就是非常传奇的这一笔做多的单子，2023年的10月份。26K 通知朋友们做多，这笔单子是没有编辑过。我自己是1000美金做多比特币100叉，就赚了30万美元。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一个 RSI 指标，包括15K 的底部 RSI 指标来到30，也是每一次间隔时间不是半年，可能就是1年，或者是再间隔了1年的时间。包括上一次75K 交易群上面通知朋友们一起做多，也是在间隔了接近1年的时间。那现在自2025年初，比特币从70K 到80K 左右上涨到现在，最近价格虽然是在下跌，不过也是跟朋友们讲，我们在这个位置只能防啊。如果真的有一个瞬间跌破10万美金，也就是这个 RSI 指标，如果真的有再来到30下方，低于30，我相信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贪婪的机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 CFTC， 也就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两天是发布了一则指导意见，就是之前在美国运营的那一些交易所，后面不是因为监管的原因，然后很多交易所是
搬离了美国，或者是也不敢针对美国境内的一些个人投资者，然后开展一些交易业务。那现在美国政策，反正这一则利好是很多政策都不断的在鼓励这个加密货币，所以这一则指导意见出来，适用于美国境外的一些合法组建并运营，而且希望向位于美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提供交易平台业务的这一些实体，后面开展业务就有了相关的法律依据。所以我个人观点，如果我也不知道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跌，你如果看它的日线什么时候如果真的在下跌，我们要防啊，就是10万以上美元的比特币，也是跟大家讲，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有一部分资金或者是新进场的一些资金的朋友，如果下一步真的这个 RSI 指标又来到30，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买入的机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 MACD 指标，前面在12万左右的时候有提醒到，周线的这个 MACD 指标它是在死亡交叉，其实11万2000美金如果要上去，比特币还是有机会的。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观察一个时间？都知道比特币是4年的周期，2021年的时候你去看一下，当时在8月底的时候，从高点到这个位置，时间跟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像啊，也就是9月初开始，这边比特币它也不急着着急上涨，先把这一个一半的位置收掉以后，然后再有一个洗盘的动作，但是最终在前面这个高点附近撑住，后面比特币就开始爆发。而且我们看一下下方的这一个 MACD 指标，它是说了4根到5根左右，后面有2个红色，这个位置比特币就开始爆发。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2根红色的柱子，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比特币开始爆发大涨。那跟现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像？说了4根，或者是价格又踩在这个前高的支撑，你感觉跟那个位置是不是非常的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或者是来聊一下短期的一些支撑位哦。这一个11万2000美金可以在这边波动一段时间哦，或者是短期的支撑，你就去观察前面比特币起来的时候，这边的高点大约是在11万美金附近，也是短线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哦。以及我们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短期的支撑还是在这一个4350附近，就是这2根 K 线的低点。包括我们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支撑，前面一直在讲的这个 0.21， 目前还是狗狗币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当然整个大长线观点还是不变，狗狗币1美金以后再考虑会不会有分享。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